哇，又一个新玩具 MP52 的一套纯 KO 版，不是什么魔改的第四方放大了，这个是原模原 K 原版的盒子，纯 K 版，甚至连这个设计长青奖都给你 K 了出来，盒子竟然还是挺大的，基本上和正版的一毛一样。说明书人物卡也是日文的说明书，哎，这个就是现在盒子里边装的一些内容了，东西还是挺多的。2块砖的一个支撑的地台，因为变成飞机形态嘛，它要更长一点，支撑的才稳固。2个尾喷的特效键，微震天的枪，这个和 MP11 带的那把枪的模具是不一样的，它为了手上方便卡嘛，这里会做2个扣子，而且食指这里也有一个抠洞的地方。然后这个特效键，奶射线的特效键，这些特效键带的还是挺多的。5张替换面雕，还有就是手里边的钻头和夹子，夹子也是能打开的。这个 MP52 的颜色是不是深了一点？因为我没买正版的52，我不太清楚正版的是不是也是这色儿，但是我能感觉到比 MP11 的红蜘蛛颜色要深很多。头雕做的还可以吧，没有糊，倒是清晰的，棱角也是比较分明，起码我玩了2圈下来没有出现任何的裂痕，就正常把玩应该不会出现裂痕的。这个料子我觉得是要有一点韧性吧，里边也有涂装。哎，脑袋大小的问题，这个问官方的设计师吧。这个原模原 K 啊，你要是觉得它大呢，正版的52就这么大，没办法。然后啊，我就发现了这个模具的2个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地方。MP 的52我是没买正版的，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开裂了以后，我就直接放弃了，这个东西肯定不能买了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从侧面看，背包太厚了，堆叠的非常的累赘，可以说这个背包的厚度啊，夹层夹的太多，基本上把一个飞机能背的都背在这儿了。如果你按官方说明书指示变形，它尖头的这2个三角区，它是要 Z 字折叠放到后边的。这么做是为啥呢？我想象了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个背包太厚了，所以呢，尽可能的把这2个肩部的三角往后挪，来让这个视觉的误差显得背包不这么厚。但真正的动画片里边红蜘蛛的造型呢，它也给你考虑了过来，它这里也做了一个 Z 字关节。你是可以把这个尖头通过一个 Z 字折叠的关节调到应该有的正常位置上的，对吧？红蜘蛛的这个尖头放在耳朵两边，这个就对了。但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呢？你如果把它调过来，会不会觉得太挤脑袋了？就感觉脑袋两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空间了，太紧了。你又过来干嘛？谁个屁你谁？刚才咱们聊哪儿来着？让豆芽进来打断了一下，我给忘了。哦，夹头，对对对。就你们会不会觉得这2个尖头如果放在这里，感觉这个视觉上边这个脑袋大，夹的有点紧，是吧？再一个，如果你把这个尖头调到了正确的角度上，你再看侧面这背包，哇，有这么厚。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这个 MP52 这个设计的原因之一啊，它这个背包堆的层次太多了。所以呢，官方这些设计师变形指示说明书让你这么变，舍弃了对于原作的一个还原度，你这样看起来脑袋这儿就不紧了，然后背包这里呢也有一种视觉误差，你就会显得不那么厚了吧。第2点，它这个翅膀是不能动的，也就是说当你变形完成的时候，这个翅膀只是一个倒三角的形状，这里就锁死了，全部锁死了。MP11 呢，它这个地方有2个转轴关节，你可以稍微往上翘一点点，把这个翅膀斜起来。包括现在这些第3方也好，小比例也好，这里其实都有做一个轴。因为动画片里边红蜘蛛的这个翅膀并不是这个正的三角形倒下来的，它其实是有一定斜着的角度的。可惜现在这个翅膀完全锁死了以后，你想调一个那样的角度你都调不了。
这是 MP52这个设计原版模具的一些问题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2个点吧。是翅膀不能动，很没灵魂。再来一个让人很纠结的点，这一款 MP52的身高其实是要比 MP11矮一些的，矮的还不少啊。你们会不会发现，同样放在 3.0 系列的这些大哥们旁边，这红蜘蛛有点太小了。44，这是正版的，谁说 KO 的啊？我打死你！你看看这膝盖 ，KO 有这膝盖吗？有这断了的膝盖吗？别瞎说，这可是正正经经的塔卡拉托迷的日版。这款红蜘蛛这几个问题吧，都是我个人比较迷的啊。咱不说这个东西对与错，只说我个人觉得比较迷。所谓的官方对 MP 线主打的这个身材比例方面考量，咋说呢？反正从44和45的比例来看，这条线已经没有比例了。你纠结 3.0 的比例，你还不如看看 2.0 的比例去呢。老威是 IT 的，老威是 KO 的，但我的擎天柱可是正版的。看看这个腰的虚位，看看这个松紧度，看看这个齿轮关节，这必须是正版的，好吧？这是一些原版咱们发现的问题啊。当然，今天咱们主要玩的是这款 KO 版，所以原设计的问题呢，就交给大家原设计的喜不喜欢这些东西去讨论吧。主要咱们今天还是看看这款 KO 版的做工素质如何。刚才细节方面我们已经看了，头雕涂的还不错，而且这些地方是合金件，该用合金地方也都用了。KO 版精度还是挺不错的，因为从人形变飞机整个的过程中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呢 ，KO 版我发现有一个不太好的点，这个脚踝啊前后这个地方有点松。我试着想调一调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轴加固一下。然后我发现这里是铆钉，这个地方还没法用螺丝刀去拧紧。胯部这里也是有齿轮关节的，还可以吧，这个支撑力度还行啊。咱们直接开始变个形吧。主要大家还是关心这些容易断的地方、容易裂的地方啊。一会儿咱们着重看一下。乃这个线咱们拔下来吧，咱们分体变形吧。它可以一体变形，但是不方便展示。敲开它。把乃射线收起来，这些地方该有齿轮的也是齿轮，而且这里还是双关节的，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往前折的关节，所以可动幅度还是可以的。首先咱们先把拳头收起来吧，拳头扭个180度，胳膊腕这个轴感觉有一点点紧，我们胳膊先脱开，先变成这个样子备用。来拆这个背包吧。这里的卡扣拆开，里边的涂装也都有做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往开拆。这下方这里打开滑道，捏一捏，襟翼打开，这里边有个卡扣的，然后把这一排都跟这么立起来，顺着这个地方再拆卡扣，拆松，在这里，接着再拆这里的卡扣，再拆松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一个 Z 字折叠 ，Z 字折叠的2个卡扣全卸开它。我们把这2片翅膀先撩起来，腾开空间。不管它了，背包打开这里，然后下方这里的一个卡扣打开，撩开，腰部折动一下，腾开这些空间。这一块我看，挪开它，然后往出整个翻肚子里边的这2层堆叠的机头。这里要捏一下耳朵，下方这里呢有一个 Z 字的双连杆，在2边折动的时候注意一下方向，然后注意一下这边的卡扣。你说这个东西它不断就有鬼了，你这玩意儿设计的多危险呐！再加上原版的那个料子那么的酥，
还好吧 ，KO 的这个料子韧性可以的，你要搁原版上面确实得断。这我觉得这是设计的问题啊。前面这个胸部啊，假的这个胸往里推一下，它这里有一个滑道的，我们稍微的往下压一点点，然后再腾开位置。现在我们要把腰腹部的这2块，腰这里折正一点点，把这2片挡肉腱往里折叠，缩起来。这个靠背啊，驾驶舱的座椅靠背立起来，然后往上扣合，密合好。然后鸡鼻尖的这一块旋转个90度，对正这一条开缝线，把它对齐了。下方这里旋转个180，备用。机舱盖别折到太底，盖上。左右的扣子这里搭合一下。好，机头就密合好了。另外一边也是往里 V 字先折叠，然后把这一块卡到腰部的结合位点上，找准了。这些卡扣你还都必须得卡到位啊，要不然环环相扣的，一会儿到了那边背后的时候不好扣了。基本上变成了现在的样子，掐正了。然后下方这一片跟机头座舱后方这里结合。好，这一块就差不多了。接着这里往下放，放下来之前呢，这里边就要整合太多东西了。首先，我们从这里看，把这一片双折叠往里翻，然后这个尖儿折出来，这里折平，让过来，让到这个角度吧。好吧，靠韧性往过别吧，这料子挺好啊，应该没问题。都延展开，然后开始密合一边。一边先给它扣上，这里的滑道拉起来，放好。这个时候开始整腿部，腿部这里先扣开这个扣子，然后斜着打开，这里旋转，滑道扣合，这里立起来，旋转180，放下来。正版的那个哪儿有问题啊？就很容易断的地方在哪里来着？忘了。然后这个关节，这个关节很紧，下方有一个卡扣，拨一下，把这个卡扣拨松，然后一个 Z 字折叠，压到底，压进来以后，小腿夹，然后把前脚尖儿放到这儿，打开这里，把这个引擎拉出来，再往里盖盖。这地方的卡扣，这地方的维度咬合，然后膝盖往下滑一下，这里有个滑道。这条腿贴合上来的时候，大腿后边这里还有一个卡扣，很小的一个位置啊，记得这里也要结合的。好，先把一条腿变好了。你看这些轴的地方没有任何的白痕和裂痕，所以我说这个料子还不错吧。
韧性挺好，像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转轴了、白痕开裂的，起码这点挺好。你一个玩具，一个变形金刚，你是要变形的，对吧？你正常把玩，它就你在正常把玩情况下你都裂，这个你说不过去，真的走到哪儿都不站。这里扭一下，转上来，卡槽卡上。哦，这个轴我记得也是一个很悲剧的轴，这个地方也容易裂。但是 KO 的这个呢也还行，变几下也可以。最后开始调整密合，把所有的卡扣都顶到位。哎，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把这个地方转出来。最后咱们把起落架抠出来，你看指甲又派上用场了。那么好，MLP52的这款纯 KO 版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把玩一圈下来吧，首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料子起码比正版的那个安全太多了。咱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吧，或许人家正版的就喜欢那么烈呢，对吧？咱们不能说正版的不对啊，就是说这个比那个安全一些。你正常把玩它，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刚才大家也看了，其实我对 MP52这个模具根本就不熟悉。我玩到这款 KO 的时候，也是我第一次去变这个52的模具，以前我都没玩过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买那个正版的 MP52。我在变形的过程中，有一些地方就是变的步骤可能不对，所以导致了我需要用一些韧性把它别过来。还有一些地方呢，比如说翻头这一块的时候，也不是按正常的流程去变的，就是按我理解的结构那么去掰扯。其实有一点暴力把玩的成分掺在里边了，但是可见这个东西的质量还是可以的，也证明这个料子确实韧性还不错的，模具的精度也可以，没啥太大的问题。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颜色的原因，或者说拍照的原因，因为没有正版的52嘛，没玩过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是不是比那个稍微深一点？镜头里看可能稍微发点白啊，但是肉眼看其实是要比镜头里边的更深一些的，一点点。就今天手上把玩的这一款52来说，这个素质绝对可以了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就是说你的体验，如果你玩过了正版的52的话，你都会觉得这一款是吧，对吧？多了就不说了。但你没玩过52正版的模具，你就像我一样，你正常把玩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起码不会裂。